回公子，薛公子与小道长已抵达兰陵地界，不需2刻钟便能到金陵台。好，去通知一下父亲和夫人，就说江宗主念外甥，想见一见阿玲。金陵如果未经2位金家掌权人同意，根本不允许被擅自爆出。金光瑶伸出右手示意等一下，思索片刻后说道：待父亲夫人那结束后，你去一下少夫人那，他会交代你怎么做的。是。仆从朝着金光瑶行了个礼，便转身离去。清河聂氏，宗主，云梦江宗主已前往金陵台。聂家安排在金陵台附近的门中弟子向家族传信，而收到讯息的门中弟子也迅速聂明觉上报。聂明觉拇指不断摩擦着沉香制作的桌面，还带下来了一些沉香屑。江婉莹现在去金陵台的目的是什么？报告宗主，抱山散人之徒小星陈道长也在兰陵，好像抓了金家的一位修士，2人正前往金陵台。聂明觉皱起眉头，心下打量着此刻前往金陵台算总账是否合适，还是一一清算。聂明觉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这事牵扯确实广，没法一网打尽。宗主，此事还是趁热打铁，迟则生变。3长老一直负责业猎，宗门交际事宜接触的不多，但他的直觉向来很准。3长老多次生死一线，就是靠着这野兽般的直觉活了下来。宗主，我们确实搬不到金家的，但是这因着炼尸场，金家长时间内也很难立足。金家作为一个仅次于岐山温氏的第2大世家，打战那是不可能的，现在这个环境百姓也吃不消第2趟。但是削弱金家实力，一段时间打压其妄图称王的心却是可行的。至于其他跟风造炼尸场走轨道的，得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和兰陵金氏相提并论，有没有那么大的家族底蕴挥霍。乱葬岗出鬼祖，镇万鬼定乾坤，小人质夺天宝，鬼将军要一主，哪管普天百姓死与活，颠倒阴阳五行乱世间。小朋友，你们念的这首儿诗是谁教你们的？小星辰刚走入喧哗的城市，便听见街头街尾一群小孩子大声念着儿诗。侧身细听之下，发现这诗是暗示天下将有大乱，质子又怎么知晓？想来是有人传授。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差不多5、6岁的样子，接住自己刚往上抛的沙袋，奇怪的看向拿着一根鸡毛掸子一样的东西的大哥哥，说道：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是二狗他们教我的玩法，这比扮演夷陵老祖好玩多了。小孩子不是单纯的念诗，而是将诗与日常玩的游戏结合到了一起，是他快速在闹市中发酵。呵，你知不知道夷陵老祖专吃你这样的小鬼，一口一个。薛阳露出2颗虎牙，装模作样吓道。小男孩嘴巴一瘪，将手里的沙袋往薛阳里面砸去，话音里还带了些颤抖：你才是坏人，夷陵老祖不吃人，专打坏蛋。小男孩从薛阳身侧捡回自己的沙袋，一个抬眸与薛阳吃人一般的眼神对上了，一个不稳摔倒在了地上。你果然是坏蛋，你想打小宝。小星辰连忙低声安抚小朋友，又从边上的摊贩那买了串糖葫芦，才止住小朋友即将爆发的鬼哭狼嚎。脸方尊，金家就是这般照顾嫡长孙的吗？江澄冷冷地看向金光瑶，眼神仿佛淬了毒的匕首一般凌厉。江澄怀里正抱着不足1岁的阿玲，隔着一床小棉被仍能感受到怀中婴孩散发的热意。江宗主，阿玲许是昨夜有些着凉。金光瑶缓步走到江澄身边，摸了摸阿玲发红的小脸蛋，遂从江澄手里接过婴孩，递给一旁的侍女，说道：抱去给素素，让她给阿玲退个热，好生照顾。负责照顾金陵的侍女低声应和，便抱着婴孩朝少夫人的房间走去。不知脸方尊邀我前来何事？江澄面露不喜，直言不讳道：阿玲我刚刚也看见了，若是金家没有余力照看一个孩子，我江家还是请得起奶妈。金光瑶对此丝毫不恼，不紧不慢地在主桌上沏了一杯茶，挥了挥上面的雾气，将刚泡好的茶水放在了江澄面前。江宗主，此次邀您前来是因为金家弟子无意在云梦处发现了炼尸场，所以特意请您过来商讨应对之策。江澄很快想起狼忘机抓来那几个鬼修，云梦的炼尸场怕也是那些人捣的鬼，果然死有余辜。我江家已经解决了，云梦地带的炼尸场主要以部分鬼修为主，
主谋已死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金光瑶心里翻了好几个大白眼，原来是这么做宗主的，真可怜云梦的百姓了。江宗主可有发现府里的刑具失窃？敛方尊，有话就直说，不用藏着掖着。失窃？江城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刑具有什么好偷的？负责给江家打造器具的打铁匠，给10个胆子也不敢出售带有家族符文的器具。江宗主，门中弟子在炼尸场发现了江家的刑具，为了保证兰陵与云梦附近百姓的安危，必须向你确认，刑具是为什么出现在炼尸场。金光瑶诚恳地说道，就差把我怀疑你是炼尸场主谋写在脸上了。金光瑶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有就去看大夫，我作为云梦江氏的宗主，我不会去祸害我云梦的百姓。